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枕良辰》故事解说。故事始于1个月前，彼时的江离还是一位无家可归、走投无路的落魄女子。仅仅30天的时间，她的人生彻底翻盘，意外成为北疆少帅府一双儿女的后妈。在此之前，江离原本拥有一桩稳妥婚约，可命运骤变，父亲病逝，家道破产，昔日安稳生活轰然崩塌。原定下月成婚的未婚夫宋家见她落魄失势，当即翻脸退婚，无情将一无所有的江离赶出家门，让他彻底沦为孤苦无依之人。被退婚驱逐后，江离四处漂泊，无处落脚。在绝境之中，他偶然看到一块简陋的招工木牌，牌子上招聘一名孩童后妈，门槛极低，只需识字，会照顾孩子，不仅薪资优厚，还包吃包住。江离从未料到，这块不起眼的木牌背后雇主竟是北疆杀伐果断、人人敬畏的沈少帅沈世清。应聘前，江离心中满是忐忑，生怕误入不正当差事。得知雇主是沈少帅后，他悬着的心才彻底落地。入职面试时，府邸管家提前对江离立下严厉规矩，告诫他只需踏实做好分内工作，切勿心生妄想，攀附权贵，还以前夫女佣私闯禁地，最终惨死的先例警示他，告诫他安分守己。江离心智通透，当即表态自己只为工钱谋生，绝无多余心思。管家见他本分老实，便准许他正式入府任职。江离入职后，首要难题便是安抚2个极度敏感缺爱的孩子，哥哥沈潇，妹妹沈宁。过往的创伤让2个孩子极度抗拒陌生人，心性执拗又敏感。此前府邸来过无数应聘者，全都无法搞定2个孩子，无功而返。就连战场上无惧枪口、杀伐凌厉的沈少帅，面对儿女的育儿难题，也屡屡束手无策，满心头疼。当日，兄妹2人整日未进食，管家派人传唤沈宁下楼用餐。年幼的沈宁却固执己见，认定大人是想骗他下楼剪头发，说什么都不肯配合，哭闹抗拒，绝不下楼。为了引导挑食拒食的沈潇好好吃饭，江离耐心开导，告诉他人只有多吃饭才能长高变强，若是身形瘦小，不仅护不住自己，更守护不了妹妹。护妹心切的沈潇瞬间被打动，有了吃饭的动力。江离顺势编造学校新规，谎称吃饭最多的小朋友可以豁免剪头发，故作惋惜的感慨，若是孩子不肯吃饭，便会错失这份难得的机会。沈潇听闻后立刻主动进食，一改往日挑食顽疾。在哥哥的带动下，沈宁也放下戒备，主动吃饭。短短1餐的时间，江离便解决了府邸长久以来的难题，往日全员追着喂饭的场景彻底消失。当天沈潇便多吃2碗饭，沈宁也独立吃完1整碗。待孩子安稳用餐后，管家带着江离熟悉府邸格局与严苛规矩。整座少帅府分为东西2楼，江离与孩子居住西楼。东楼是沈少帅的私人禁地，无他准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半步。管家再次重申先例，曾有女佣私自擅闯东楼，最终被陈河处置，下场凄惨。江离闻言心生敬畏，牢牢谨记规矩，表态自己只求安稳挣钱，绝不会触碰禁忌，自寻死路。在江离温柔耐心的陪伴引导下，沈潇、沈宁彻底卸下防备，满心依赖，黏着江离。府中下人全都看在眼里，暗自感慨江离的育儿方式虽看似怪异，却效果极佳，彻底治愈了2个孩子的顽疾与不安。沈少帅也默默看在眼里，默许了他的处事方式，特意吩咐下人封闭府门，杜绝闲杂人等打扰，让孩子安心休养。待孩子们消逝休憩后，下人传唤江离前往书房，沈少帅要单独与他谈话。落座后，沈少帅提及江离的婚约过往，江离坦然诉说自己的遭遇，坦言家道落败后，未婚夫宋家趋炎附势，狠心退婚，将他彻底扫地出门，无情抛弃。沈少帅听完他的坎坷经历，道出聘用他的真正缘由。他常年深耕军务，无暇顾家，一双儿女自幼历经变故，极度缺爱，内心敏感脆弱，急需温柔耐心之人陪伴安抚。经过2日观察，他认定江离心性温和，擅长共情孩子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随即，沈少帅提出签订全新契书，赠予他正式的夫人名分，让他以正统后妈的身份，名正言顺的陪伴照料2个孩子。江离对此十分淡然，他曾与宋家签订婚约契书，可落魄之时，一纸婚约形同废纸，毫无约束力。在他看来，身居高位的沈世清，行事皆为等价交换，所谓名分也只是一场交易。于是他主动推辞名分，只求对方每月准时结算月钱即可。沈少帅却认真告知他，他并非普通女佣，而是孩子的后妈，唯有拥有正式名分，他与孩子相处才能名正言顺，不受旁人非议。江离听闻后豁然开朗，不再推辞，应允一切听从安排。
沈少帅当即敲定，次日下午带他前往公署登记婚书，并让他有任何疑问即刻提出。江离思虑再三，谨慎确认这份后妈契约是否包含夫妻亲密事宜。沈少帅明确否认，郑重承诺自己绝不会酒后失态、冲动越界。得到确切答复后，江离彻底安心，告辞离去。谁也未曾想到，刚被退婚、无家可归的落魄女子，转瞬便与北疆权柄滔天的少帅定下婚约，成为挂名少帅夫人。二人拍摄婚照时，工作人员提议二人贴近拍摄，效果更佳。江离略显拘谨，想要推辞。沈少帅为顾及孩子，温和配合完成拍摄。婚后，江离全心全意照料两个孩子，将他们的生活打理得无微不至。兄妹二人自幼体弱，每逢雷雨之夜，便会心生恐惧，神经衰弱，整夜哭闹，这是根植心底的童年阴影。一夜雷雨大作，沈宁满心惶恐，主动找到江离，央求他陪伴入睡，守护自己。江离温柔安抚，彻夜相伴。那一晚，两个孩子终于睡了一场安稳觉，全府下人都为之松了口气。沈少帅感念江离的用心付出，当即决定每月额外给他增发20块大洋酬劳。江离自觉酬劳过重，有心推辞，管家连忙开口劝说，告知他两个孩子多年来夜夜哭闹，无人能安抚，如今能安稳入眠，全是他的功劳，这份酬劳实至名归。江离触景生情，想起自己在宋家数年，任劳任怨，付出良多，却从未得到半句认可与善待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最终坦然收下酬劳。自此，沈潇、沈宁彻底依赖江离，整日与他形影不离。某日清晨，沈宁抗拒上学，赖床不起，下人几番劝说无效，还担心耽误学业被少帅责罚。江离温柔安抚孩子，谎称校长特意来电，表彰他吃饭乖巧，特许他不用剪头发。他还温柔许诺，若是学校执意剪发，自己便陪他一同剪发。沈宁立刻阻拦，直言长发的江阿姨最美，不许她剪发。在江离的温柔开导下，沈宁乖乖起床上学，全程乖巧懂事。江离还许诺晚上奖励他爱吃的小丸子，让孩子满心欢喜，安心上学。不料送学途中突发意外，街道严重拥堵，汽车寸步难行。几名地痞流氓盯上独自带娃的江离，肆意上前挑衅，想要控制两个孩子。即便有人搬出沈少帅的名号震慑，地痞依旧肆无忌惮，嚣张妄为。危急关头，江离挺身护住两个孩子，府邸护卫及时赶到，成功驱散地痞，化解危机。这场惊险的意外彻底击碎了两个孩子的内心防备。沈潇懂事许诺，往后一定好好吃饭，快快变强，换自己来保护江离。沈宁也紧随其后，表态长大以后也要守护他。看着贴心懂事的孩子，江离暖意融融，同时也想起过往自己昔日卧病在床，无力起身时，未婚夫宋清远只会皱眉嫌弃他麻烦累赘，从未有过半分温柔体恤。事后，沈少帅从严处置了滋事地痞，安排专属护卫全程随行，保障江离与孩子的出行安全。大夫为江离诊查后，表示他并无大碍，只是长期劳累，营养不良。沈少帅即刻吩咐厨娘，专门为他定制调理膳食，悉心调养身体，还想要发放赏金安抚他受到的惊吓。江离推辞了赏金，只提出一个简单诉求，希望配备一辆载人脚踏车。他解释拥堵路况下汽车无法通行，脚踏车灵活便捷，能应对突发状况，保障孩子上学不延误。沈少帅当即应允，并告知他往后任何需求都可随时开口。很快，脚踏车置办到位，两个孩子十分欢喜，争相想要乘坐。江离秉持公平原则，定下兄妹二人轮流乘坐的规矩，不偏不倚，温柔公正，让府中下人纷纷感慨。少帅府许久未有这般温馨热闹的景象，沈少帅也难得展露温和神色。闲暇之时，江离会带两个孩子出门采购。一次逛街途中，孩子抱怨耗时太久，耽误功课，满心不耐。江离温柔撒娇，夸赞沈潇能干靠谱，恳请他多陪伴自己片刻。懂事的沈潇心软应允，耐心陪同采购。看着孩子乖巧的模样，江离忆起往昔，曾经的宋清远也曾温柔护他，为他撑腰，许诺一生偏爱。可留洋归来后，宋清远眼界拓宽，便开始嫌弃他质朴老旧，不懂新潮，性情大变，日渐疏离。昔日誓言尽数作废，宋清远移情别恋，与眼界新潮的林若薇相伴左右。林若薇极度鄙夷落魄朴素的江离，当众嘲讽他一身旧气，寒酸土气，不配与留洋归国的宋清远并肩，调侃他寄人篱下，带着孩子狼狈度日。围观众人纷纷议论唏嘘，嘲讽宋清远薄情寡义，嫌弃糟糠。面对众人非议，宋清远毫无维护之意，
反而当众怒斥江离，让他颜面尽失。他辩解当初主动退婚是希望江离自立自强，跟上新时代，没想到他落魄后竟甘愿豪门为用，伺候孩童，毫无自尊骨气。林若薇也顺势附和，嘲讽江离足不出户，见识浅薄，跟不上时代潮流。不仅如此，宋清远还假意大度，声称念及旧情，可收留江离入宋家做工，实则是当众羞辱，肆意践踏他的尊严。江离心中清明，绝不允许这些恶毒刻薄的言论，摧毁两个孩子好不容易建立的安全感。面对众人的刁难阻拦，他冷静回击，带着孩子转身离去。林若薇不肯罢休，故意找茬指责江离无理冲撞，毫无教养。江离淡然自嘲粗鄙无知，不懂所谓的新潮规矩，巧妙回击对方的刻意刁难。林若薇气急败坏，怂恿宋清远逼迫江离道歉。危急时刻，沈潇、沈宁挺身而出护住江离，府邸护卫也及时赶到，驱散二人，杜绝他们继续纠缠惊扰孩子。摆脱纠缠后，江离温柔安抚受惊的孩子，带着他们买下心心念念的蛋糕。沈宁贴心表示要把甜甜的蛋糕分给江离，让甜味驱散他的不开心。沈潇也主动凑份，暖心宽慰江离。其实江离采购蛋糕、布置装饰，是为给两个孩子庆祝生辰。他深知兄妹二人从小到大，从未正经过一次生辰。冰冷规矩的沈公馆，从未给过他们温馨热闹的回忆。他用心布置场地，调整装饰，只想弥补孩子的遗憾，给他们留下温暖念想。唯一的缺憾是孩子的父亲沈少帅因公缺席，让这场生辰盛宴不够圆满。思虑再三，江离派人传话给沈少帅，告知孩子生辰，坦言孩子虽缄口不言，内心却极度期盼父亲陪伴。沈少帅听闻后，即刻推掉公务，赶回府邸陪伴孩子庆生。当晚的生辰宴温馨热闹，精致的装饰与甜蜜的蛋糕，让沈潇、沈宁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笑容。兄妹二人看着久未陪伴自己的父亲，满心委屈又欢喜，直言以为父亲早已遗忘他们的生辰，不在意他们的冷暖。沈少帅温柔安抚，郑重许诺，往后每一年的生辰，他都会准时陪伴，绝不缺席。热闹过后，江离心生感慨，往日冰冷刻板的沈公馆，因他与孩子的欢声笑语，彻底变得温暖鲜活。次日，下人前来通报，沈少帅要出席北疆顶级商会晚宴，特意安排江离一同前往，并备好多款礼服供他挑选。江离心生忐忑，自觉自己只是带娃后妈，身份低微，出席名流云集的盛大晚宴不合时宜，担心举止不周，丢了沈家颜面。但这是沈少帅的亲自安排，他无从推辞。两个孩子热情为他挑选礼服，夸赞他身着礼服比画报明星还要惊艳100倍。最终江离选定一套黑色礼服，端庄雅致，气场十足。晚宴之上，北疆权贵名流尽数到场。众人见素来孤僻寡言，从不携女伴出席场合的沈少帅，竟带着一位陌生女子现身，全场哗然，纷纷猜测江离的身份来历。在众人的好奇揣测中，沈少帅当众官宣身份，坦然告知全场宾客，江离是他明媒正娶的沈夫人。全场宾客震惊不已，无人知晓沈少帅悄然成婚，纷纷惊叹江离的本事，随后纷纷上前道贺，称赞二人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叮嘱他无需讨好任何人，堂堂正正以沈夫人身份立足，若有人敢让他受委屈，可直接报他名号撑腰。交代完毕后，他便抽身与军部要员洽谈公务。沈少帅离开后，宋清远与林若薇意外现身，看到盛装出席的江离，二人满脸鄙夷，极尽嘲讽。宋清远认定江离是刻意租礼服混进晚宴，想方设法挽回自己，直言他的手段低级可笑。林若薇更是出言恶毒，嘲讽江离家败落魄，攀附权贵，不知廉耻，辱没家门。江离冷言回击，让二人谨言慎行。宋清远依旧不知悔改，肆意抹黑江离，嘲讽他刻意装体面博取关注，让自己无比恶心。周遭宾客也纷纷附和，笃定江离只是沈家女佣，借职务之便混进晚宴蹭热度，冒充沈夫人是自寻死路。宋清远厉声呵斥江离，逼迫他即刻离场，否则便追责他冒充权贵家属的罪责。就在江离深陷围堵刁难之际，沈少帅及时赶回，他瞬间护住江离，气场冰冷的当众表态，江离是他正统夫人，轮不到外人肆意评头论足，羞辱刁难。他郑重警告全场，但凡再有人非议欺凌江离，便是与他与沈家为敌，沈家绝不姑息，从严惩戒。威慑之下，全场无人敢言。宋清远与林若薇彻底慌神，再也不敢放肆。风波平息后，沈少帅询问江离的心事，江离趁机提出诉求，想要讨回被宋家扣押的嫁妆。
他坦言，这批嫁妆是父亲临终前为他筹备的婚嫁财物，是父亲留给他最后的念想与尊严。宋家当年狠心退婚，将他扫地出门，还私自扣押嫁妆。他绝不能让狼心狗肺的宋家白白侵占父亲的心血。沈少帅当即应允，全力为他撑腰。随后，江离带人前往宋家讨要嫁妆，宋家人依旧嚣张跋扈，蛮不讲理。宋母当场撒泼辱骂，甚至动手想要撕扯江离。随行护卫立刻阻拦，严肃警示宋家，辱骂沈夫人等同于冒犯少帅，是株连重罪。即便如此，宋家人依旧拒不归还，蛮横声称江离曾是宋家未婚妻，其人其物皆归宋家所有。江离压下怒火，冷静表态，自己5年尽心照料宋清远，念及旧情，可容忍宋家放肆一次，但若再有下次，他必定严加追责，好好教他们何为规矩。随后他态度强硬，勒令宋家即刻归还全部嫁妆。宋家迫于沈少帅的威慑，不敢抵抗，只能悉数归还，拿回父亲留下的念想与尊严。江离心中多年的委屈与不甘尽数消散。江离返回沈公馆，2个孩子第一时间飞奔上前迎接，满心牵挂，念叨他外出太久，担心他被坏人抓走。江离温柔安抚孩子后，管家连忙劝他入屋用餐，告知厨娘特意炖制药膳汤为他调理身体，放凉便会失效。此刻江离深切体会到，真正的家人从不会压榨消耗自己，而是无论风雨，始终等候归期，惦记冷暖。这份温情是他在宋家数年从未得到的慰藉。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下人通报宋清远在府外久久徘徊，执意要面见江离，称有要事相告。2个孩子认出是曾经欺负江离的坏人，满心警惕害怕，死死拉住江离，不让他前去。江离温柔安抚孩子，告知沈公馆守卫森严，对方不敢放肆。为彻底斩断纠缠，杜绝后患，他决定到府门栅栏处与宋清远说清一切。见到江离，宋清远依旧自作多情，笃定他心中挂念自己，不忍彻底断绝。江离满心厌烦，质问他经此前教训，依旧不知悔改，上门纠缠。宋清远却假意好心规劝，极力抹黑沈少帅，称他杀伐狠戾，冷血无情，杀人无数，绝非良配，与他相伴终将不得善终，惹祸上身。他还假意包容，声称可以不计较江离嫁过人的过往，只要他离开沈公馆，跟随自己回去，依旧愿意接纳他。一旁的沈潇、沈宁听得真切，立刻上前护住江离，大声阻止宋清远带走自己的妈妈。2个孩子脱口而出的妈妈，让江离满心温暖，无比动容。彻底被孩子认可接纳的他，瞬间消解了所有过往的委屈。宋清远依旧不死心，嘲讽江离甘愿给别人当后妈，虚度人生，劝说他逃离这座吃人魔窟。危急时刻，沈少帅现身，气场冰冷地打断他的纠缠。他严厉警告宋清远，沈公馆绝非随意出入的后花园，不许他肆意骚扰家人。同时郑重放话，若宋清远再敢上门纠缠，他将彻底打压宋家，让其在北疆再无立足之地。极致的威慑让宋清远彻底畏惧，只能狼狈离去，永不纠缠。彻底解决后患后，江离带着孩子回府。2个孩子一声声亲昵的妈妈不断呼唤，还贴心叮嘱江离身形瘦弱，要多吃饭养好身体，才能守护大家。江离满心温柔，应允孩子的叮嘱。自从孩子改口唤他妈妈，沈公馆的氛围愈发温馨和睦，冰冷的规矩渐渐被温情取代。往日一心扑在军务上的沈少帅，也常常抽出时间来到西楼，陪伴妻儿用餐相处，褪去满身冷冽，多了烟火温情。城防营调防期间，沈少帅连日连轴办公，操劳过度，不慎染上风寒。贴心的江离特意熬制驱寒药包，还发现副官袖口破损，贴心递上干净帕子，避免磨损手腕，影响公务。副官满心感激，连连夸赞江离体贴善良，心思细腻。可没过多久，副官慌张来报，沈少帅倒掉了汤药，收走了药包与帕子，误以为是自己惹得少帅厌烦，心中忐忑不安。江离温柔安抚副官，直言沈少帅自有考量。随后他单独找到沈少帅，询问收走药物、帕子的缘由。沈少帅一本正经以军营规矩严苛，外来药物需查验为由搪塞。江离听出刻意敷衍，顺势反问一方手帕是否也暗藏隐患，需要严查。沈少帅一时语塞，只能改口是代为保管，避免遗失心意。江离心中了然，拿出自己亲手缝制、填充安神草药的香囊，坦言知晓他连日操劳，睡眠不佳，特意制作香囊助他安神。若是他依旧顾虑规矩，可细细查验。沈少帅看着亲手缝制的香囊，心底暖意翻涌，嘴上嘴硬提及军中不许佩戴零碎物件的规矩，最终却破例改口，直言军规可改，坦然收下这份心意。
次日清晨，孩子们看到沈少帅佩戴的香囊，沈潇直言针脚歪斜，样貌丑陋，毫无威严。沈宁立刻出声维护，坚定表示这是妈妈亲手所做，是全天下最好看的物件，无人能及，全力守护江离的心意。当晚，孩子们早早熟睡，沈少帅派人传唤江离前往东楼。江离依旧顾虑府邸旧规，担心深夜入禁地不合礼数，管家连忙宽慰，如今他是正统沈夫人，出入东楼理所应当。少帅满心欢喜，尚且不急，绝不会苛责。江离进入东楼后，询问是否有公务安排。沈少帅彻底褪去疏离冷漠，真诚告白，他不愿再做暗月发心的雇主，也不想做契书上冰冷的挂名丈夫，希望江离放下所有顾虑，真正成为他的妻子，二人真心相伴，相守一生。与此同时，沈少帅向江离坦白了深藏多年的秘密：沈潇、沈宁并非他的亲生子女，而是他早逝姐姐的孩子。孩子3岁时，姐姐意外离世，为护住一双孤苦的外甥儿女，沈少帅对外谎称孩子是自己的私生子，独自扛起抚养重任。也正因自幼识亲，历经坎坷，2个孩子才会极度缺爱，畏惧被抛弃。知晓所有真相，读懂沈少帅与孩子的不易后，江离彻底放下所有隔阂，正视自己的心意，坦然告知沈少帅自己早已动心，深爱这个温暖的小家与眼前之人。二人温情相伴，互诉心意之时，半夜醒来的沈宁发现江离不在身边，独自跑到东楼撒娇抱怨，责怪爸爸藏起妈妈，霸占陪伴。沈潇也随之赶来，打趣成年的爸爸还要争抢妈妈陪伴，十分害羞。兄妹2人贴心商议，白天让妈妈陪伴玩耍，晚上留给爸爸相处，同时叮嘱爸爸不可霸占过久，免得妈妈劳累。沈少帅温柔应允，直言家中大小事宜皆听从夫人安排，尽显宠溺温柔。温馨的日常持续升温，一段时间后，江离时常晨起恶心反胃，胃口不佳，头晕乏力，接连多日精神萎靡。管家察觉异常，立刻提议请大夫诊脉。沈少帅得知后，第一时间请来名医为江离调理身体。细致诊脉后，大夫欣喜道贺，江离已有2月身孕，胎相平稳，脉象安稳，是天大的喜事，只需安心静养，清淡饮食，避免劳累即可。沈家上下满心欢喜，纷纷为少帅与夫人道贺，感慨若是沈家老夫人在世，定然无比欣慰。沈少帅难言喜悦，重赏大夫，随即细致安排一切事宜。他特意吩咐厨娘单独为江离定制安胎膳食，每日采买最新鲜的食材，严格遵循安胎食谱搭配，同时交代学堂安排副官专车接送2个孩子上下学，彻底免去江离的后顾之忧，让他安心养胎。为杜绝一切隐患，沈少帅明令禁止江离再骑往日的脚踏车，不许他奔波劳累。2个孩子也格外懂事，纷纷表态自己已然长大，能够独立上学，照顾自己，全力守护妈妈与未出世的弟弟妹妹。夜晚，沈少帅亲自为江离端来安胎汤药，细心加入蜜枣中和药味，只为让他安心服药，安稳休养。此前公署通知沈少帅次月前往省城参加重要军政会议，沈少帅思虑再三，以路途遥远，奔波劳累，放心不下妻儿为由，直接推掉这场核心公务。江离连忙劝说他公务为重，不必因自己耽误政事。沈少帅却坚定表示，妻儿的平安康健远比一切军政大事都重要。闲暇之余，二人一同畅想腹中孩子的未来，早早定下名字。若是男孩，便取名沈清燕，寓意山河清朗，岁岁平安；若是女孩，便取名沈宁燕，期许她一生宁静致远，顺遂无忧。江离笑着调侃沈少帅看似淡然不及，实则早已将孩子的一生规划妥当，满心温柔期许。自此，沈家府邸日日温情满满，一家人满心欢喜，静静等候新生命的降临。曾经冰冷肃穆的少帅府，彻底成为了充满烟火气与幸福感的温暖家园。